上回书说到，湘北陵南的练习赛打响，赤木因伤暂时退出，樱木代替赤木主打中锋位置。第一次参加比赛紧张的连站都站不稳，与流川枫二人互相鼓励一番后，樱木终于找回了状态。比赛只剩下后半场的6分钟，湘北方面与陵南的比分要得十分激烈。陵南教练田岗看着场上湘北两的新人陷入沉思。流川枫无疑是湘北今年的新人王，流畅的打法让自己想到了去年的仙道，而樱木花道潜力无限，总有意外表现。湘北今天能不能赢，樱木占据很重要的因素。场场比赛陷入焦灼，开始了篮板球之战。这场比赛无形之中注定成了樱木的出彩首秀。湘北除了赤木，本来无人能在篮板下与鱼柱争锋，篮板球被牢牢地控制在鱼柱和仙道手中，抢不到篮板球成了湘北的最大的弱点。只有更多的争取篮板球，才能把控整场的节奏。篮板球是场比赛的胜负关键点。才子简单分析了一下敌我差距，鱼柱身高2.02米，仙道身高1.90米，而樱木身高1.88米，流川枫身高1.87米，木木身高1.78米，身高差距一目了然。篮板球是湘北的短板，樱木根本无法代替赤木。才子面露难色，场上樱木就很快给了他一剂强心针，身高不行，弹跳来凑。谁说只有高个子才能抢篮板？樱木飞奔而上，从鱼柱和仙道的夹击下夺得一枚篮板球，并将对方一个上来抢球的队员直接甩飞。这一球裁判判跳球，不过樱木的表现已经很让人惊讶了，木木深感欣慰，这就是昨晚篮板球特训的成果吧？才一个晚上而已，太了不起了！这样的话还有机会拼。樱木微微一笑，想起了赤木那句话：得篮板球者得天下。这场比赛就看我的了。这一次争夺篮板球如樱木所想，果然让自己出尽风头，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。不过田冈教练马上就发现了樱木的不足之处，他偷偷交代鱼柱几句话，告诉鱼柱必须要让10号红头发那小子知道篮球的残酷之处。第二次篮板球争夺战开始了，樱木奔赴篮下，鱼柱直接插在樱木的前面，像一堵墙一样把樱木死死挡在身后，这叫做卡位，用身体占据篮下最佳位置，将对手卡在外面。很显然樱木还不知道什么叫卡位，这一切都被田冈看在眼中。樱木说到底也是个新人，素质不错，有弹跳有速度，但是他只不过是单纯的靠弹跳抢篮板。弹跳虽然好，可是连基本的动作都做不好，技不如人，没有意识，这就是他的短板。田冈十分得意，新人樱木看来根本不足为虑，陵南稳了。鱼柱凭借卡位意识以及身体优势在篮下吊打樱木，樱木再也摸不到篮板球了，搞得心态十分崩溃。陵南重新恢复信心，后援团的呼声非常之高，木木在这一刻甚至有点退缩，从现在开始到结束，该不会1分都得不到了吧？就在湘北一筹莫展之时，湘北支柱赤木回归，一声怒吼如平地炸雷，响彻整个篮球馆。不对，混蛋，那个叫篮板球吗？所有人面露惊喜，樱木一眼就看到了跟着赤木回来的晴子，马上凑过去搭话，赤木一拳头捶过去，将樱木拖回比赛场地。比赛期间不要到处乱跑，换人。裁判一声哨响，大家以为赤木要把樱木踢下去，结果赤木对流川枫使了个眼色，将已经气喘吁吁的流川枫换下。流川枫虽然各个位置都能打，但弱点是体力不行，连续打了这么长时间，流川枫已经达到极限了。这一点安西教练和赤木都心知肚明。流川枫坐到替补席，安西教练平静地说，休息时间只有1分钟而已，最后2分钟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，你可以吗？赤木回归十分强势，出手就进球，鱼柱急了，开始单打独斗投篮，自然是干投不进，但鱼柱可以自投自抢，他把篮板球控制得非常好，樱木根本找不到一点机会。赤木没有自己去抢，而是在一边现场教训樱木。樱木突然醒悟，在头一天晚上的篮板球特训中，赤木就曾指导过他关于篮下站位的知识点，你站的位置不对，所以抢不到篮板球。最好的位置只有3点，绝对不能让对方从这里切进去，篮下如战场，要死守你的篮板。樱木立即开窍，在仙道一头失手后，樱木硬挤到鱼柱前面，在鱼柱的眼皮子底下拿到一个篮板球，全场欢呼，樱木新技能解锁成功。樱木与赤木组成湘北的最强防守力量，像2个门神一样挡在陵南篮下。时间还剩下2分钟，田冈教练本来对湘北不屑一顾，现在却感觉一股无形的压力压在头顶。没想到真的如仙道所说，湘北不容小窥，确实强了很多。当初严爷要赢他们100分，实在是太小看他们了。眼睛跟木木的3分非常溜，一个3分让湘北以1分之差赶超了陵南。仙道终于燃了，湘北打得不错，现在开始让你看看什么叫噩梦。赤木意识到了事情有些不妙，靠樱木去防守仙道有点不现实，可是自己还得守着鱼柱，这一下两难了。仙道猛起来非常野兽，樱木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仙道已经攻到篮下了。赤木眼疾手快，跳起来盖火锅，没想到打手犯规，
仙道进球有效，加罚1球。到目前为止，仙道还只用了70%的力量，剩下的30%做实力保留，所以仙道一直是漫不经心的。湘北赶超陵南1分，让仙道有了危机意识。现在仙道要爆发了，赤木要亲自防守仙道，樱木却坚持要把仙道留给自己对付。就在二人僵持不下的时候，仙道眼疾手快断了木木的球，飞快进攻。樱木如饿狼一般扑了上去。论速度，樱木不许仙道，但他还是意识和技术不行。眼看樱木就要追上仙道了，仙道一个急停跳投，再次拿下2分。接下来双方各有进球，安西教练派出了流川枫，将超级替换下来，并换来流川枫和樱木，向他们交代了对付仙道的战术，那就是二人所有夹击，给仙道施以最大的压力。仙道的确被这战术搞懵了，樱木见有破绽上前抢球，险些被仙道晃开。流川枫低声向樱木传授经验，重心放低，快些走位，盯紧对手。天罡教练略带震惊，我第一次看到仙道打得这么开心。流川枫与樱木的组合的确给仙道带来了很大压力。不过仙道只要一找到空隙，立马就突破出去，与鱼柱篮下配合进球得分。樱木气得要咬人，仙道就非常开心，放马过来，1年级小鬼。如天罡所说，之前仙道一直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现在他是完全沉浸在打球的乐趣之中，一心一意只想如何能够打败对方，好像是在等待强敌的挑战。另一边，赤木在鱼柱面前暴扣，再次引爆全场，就连天罡都不得不承认，鱼柱确实打得不错，但是跟赤木比还差一大截。赤木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目前比赛还剩下最后1分钟，比分为85比81，陵南与湘北仅有4分之差，花落谁家依然无法预料。安西教练认为，只要能守住陵南进攻的这一球，还是有希望的。但如果这球陵南进了，恐怕就没有机会再翻盘了。接下来就看流川枫和樱木怎么对付仙道了。到这个胜负关键的时刻，陵南一定会寄希望于仙道。果然，球到了仙道手里，仙道开始快攻了，如同一道白色闪电闪过了流川枫和樱木二人。湘北所有人都为流川枫和樱木捏了一把汗。流川枫与樱木左右两侧狂追仙道，鱼柱在篮下与赤木进行激烈的身体对抗。仙道来了，鱼柱大吼一声，仙道来到篮下，一个急停跳投，赤木与流川枫同时跃起，然而距离差太远了，根本挡不住。关键时刻，樱木从仙道身后如一滩火焰一般突然升起，一巴掌将仙道的球盖了下来。湘北的机会来了，樱木军团4人组兴奋地大叫，刚刚出道的樱木居然阻止了天才，就凭那个头脑简单的家伙，就凭那个常常被女人抛弃的男人。这话对樱木来说就是最强的强心剂了。樱木越是刺激越激动，发挥得越好。樱木抢到了球，一边运球一边不断挑衅仙道了，看到了没有？这就是天才的实力，我赢定了。然而仙道随便一挥手，樱木的球就飞了出去。仙道一语中的，你的运球水平还不够。好在球又回到樱木手上，一边的流川枫瞥了一眼积分板，还有4分。仙道冲上去打在樱木后面，樱木感觉到一股无形压力压了上来，他也知道自己运球技巧有限，心里发虚。看到仙道随时准备出手，他知道球要不保。这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，樱木想也没想，直接向后一丢，球到了流川枫手里。樱木后悔死了，怎么传给他了？然而这一球却救了湘北一命。流川枫直接一个3分球空心落筐，湘北的分数一下子就拉了回来。才子提醒道，时间不多了，还有40秒。赤木果断下令，不要拖，上去抢。湘北安田有些急躁，接球过程中打手犯规，球回到陵南手里。陵南用出拖时间战术，才子催促大家上去抢，已经没有时间了。陵南传球的方法拖时间，湘北已经什么都不顾了。终于，陵南传球出现失误，赤木冲过去将球截了下来。流川枫迅速向篮下奔跑，仙道眼疾手快跟了上去。赤木沉喝一声，一个远距离传球将球丢向流川枫。流川枫拿到球，但仙道跟的实在是太紧了，流川枫一个愣神，球就被断了。流川枫扑上去将球抱住，自己已经失去重心。这时他看到一个黑影向这边跑来，流川枫看到了那个人的队服和队标，虽然看不清脸，但他确定是自己人。流川枫没有多想，直接把球丢了出去。来者是一直寻找机会的樱木，樱木拿球了，他用晴子教他的上篮技巧，轻轻松松的将球放入篮筐。湘北86分，赶超了陵南1分，全场欢呼，樱木得意洋洋。从现在开始，请称呼我召唤胜利的男子吧。就在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仙道进攻了，比赛还没有结束，湘北庆祝早了。流川枫立即跟了上去，仙道非常之快，立即突破了流川枫的围追堵截。篮下有赤木把守，仙道起跳瞬间，赤木伸出巨大的手掌，也跟着跳了起来。仙道在空中一个拉杆，巧妙避开了赤木，篮球在球筐上滚了一圈，进了。此时哨声响起，全场比赛结束，陵南以87比86成绩险胜湘北。樱木还愣在原地等着接球，明明还有5秒钟的时间呀！赤木上前一把揽过樱木，已经结束了，已经输了。樱木自动关上耳朵，
表示我根本听不到你在说什么。木木走上前说道：“虽然你不甘心，但是我们已经输了。”樱木睁开赤木，转身就跑，突然脚下一绊，摔倒在地。樱木起身一看，自己的鞋子早就开了口，从脚上滑下来，破破烂烂的。赤木劝道：“结束了，去排队吧。”湘北准备回校了，双方在夕阳下告别，仙道主动与樱木握手。樱木啊，如果想击败我的话，还要拼命的练习才行啊。田冈本想告诉赤木，那个10号球员如果对下训练会是个人才，但是他没有开口，因为他清楚这将意味着樱木会对球队产生威胁。湘北输了，可是对于樱木来说，这场比赛却是一切的开始。流川枫也深知一个叫仙道的男人阻碍在他的面前，面临着即将来临的高校联赛预赛，湘北的5名球员也急于这一场失败的打击，在各自心里燃起了新的斗志。